这是段奕宏最不愿提及的一部作品。影片中，他饰演了一个杀害了7个孩子的食童恶魔。他还曾坦言，拍完这部电影后，经常做噩梦，甚至因入戏太深，长时间抑郁。也许你从没听说过细伟这个名字，但是在泰国，细伟可是个令所有家庭都闻风丧胆的恶魔。他不但会杀害无辜的小孩，还会挖出心脏煲汤。当然，他所犯下的罪行还需他本人来赎罪。细伟被捕后，泰国警方不仅立即执行了死刑，死后更是将尸体做成干尸，至今还放在博物馆里罚站。近70年的时间里，时刻提醒着泰国人民不能忘记这个丧心病狂的恶魔，同时也起到了震慑那些不听话的小孩的作用。细伟原名黄立辉，中国广东人，生活在上个世纪最黑暗的年代里。1946年，刚赢得抗日战争胜利的中国，却又再次陷入了持久的内战中。立辉从小体弱多病，还患有严重的哮喘。即便如此，他也参加过抗日战争，算得上是一个民族英雄。可内战再次打响的那一刻，他的母亲不忍心再失去最后一个儿子，便让立辉去泰国找叔叔谋生。立辉本不愿抛下母亲远走他乡，可母亲却说他是老黄家的独苗，必须担负起传宗接代的重任，还把家里最值钱的一把匕首交给了他，让他用来防身。立辉被迫答应了。临走时，他告诉母亲，自己一定会在泰国混出个样来，到时候把母亲也接过去享福。可理想有多丰满，现实就有多骨感。刚来到泰国，就好好体会了一把异国的人情冷漠。姓什么？黄。赛ครับชื่อ叫什么名？立辉，我ชื่อ立辉ครับซีวีแกมาทำอะไรมาค้าขายมาเที่ยว你啊不，我不叫西伟，我叫立辉。ก็ซีอุยแล้วไง立辉，立。กูบอกว่าซีอุยก็ซีอุยสิวะ。作为一个中国人，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立辉还在纠结名字的时候，海关人员就开始问他要10泰铢的过关费，他拿不出来，便被当成偷渡人员处理。首先拍照留档，接着又被无情的剃了光头，手法粗暴的都给剃出了血。那一刻，立辉深深感受到了侮辱。最后，他被关进了一个临时的监狱里，监狱里的人也不怎么友好，他躲在一个角落里，直到所有人都走光了，他那个不靠谱的叔叔才把他捞出去。来到唐人街，立辉看着街头表演，抑制不住的鼓起了掌。看到佛像后，又虔诚的膜拜，他仿佛又看到了希望。可他的叔叔却只想尽快把他这个累赘给甩出去，拉着立辉匆忙地赶到了一个宰鸡场，让他在那里工作。老板问他有没有居住证，叔叔连忙说有，然后麻利地递上了立辉的居住证。老板看了一眼后说：“你叫细伟吗？”立辉一听，马上又开始辩解：“我不叫细伟，叫立辉啊。”老板一听这不对呀，没居住证不能要。叔叔见状，立马打起了圆场，说他在这里就叫细伟。立辉是老家的小名。立辉看到叔叔的眼色后，便没有继续争辩，从此立辉就成了细伟。或许就是因为他的这次妥协，他的命运也随之改变。在宰鸡场里，他每天都努力干活，可能看他是个外国人吧。老板的2个孩子经常欺负他，吃饭时老板娘也不让他吃菜，只能吃干饭。寄人篱下的他，也只好忍气吞声。但兔子急了还咬人呢。这天，2个熊孩子竟把刚挖出来的鸡内脏故意扔到细伟身上，细伟拿着刀恐吓他们，可没想到老板娘竟直接把他给打晕了。他在到处是血和鸡毛的地上躺了很久才醒过来，这回他彻底受够了。最后趁老板一家出门的时候，偷了一笔钱，溜之大吉了。这个男人叫细伟，原本体弱多病的他，是如何一步步变成一个令所有泰国家庭都闻之色变的食人狂魔呢？离开宰鸡场后，细伟找了一份扛麻袋的差事，但这对身患哮喘的他来说，无疑是一份难以胜任的工作。别的工人扛10袋的功夫，他连5袋都扛不完，加上他外国人的身份，难免会遭到工友们的调侃和欺凌。但他并没有因此而绝望，因为这里老板的女儿没有嫌弃他，不仅会给他送茶水，还会给他送小花花。这突如其来的温暖，让细伟露出了久违的笑容。过了一段时间，他靠着扛麻袋攒了点钱，终于可以买副药治治自己的哮喘了。可刚一走出药房，就又遭到了几个工友的戏弄，刚抓的药也掉在了泥水里。看着被泡成泥汤的救命药，细伟痛哭流泪。这是他来到泰国后第一次哭，但绝不是最后一次。他不明白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，为什么想活着都那么难呢？想着想着，他的眼神却忽然变得坚毅了起来。看来命运还没有彻底击垮他，那就把他最后的希望也扼杀吧。这天，细伟正在睡觉，却做起了抗战时的噩梦。梦里长官让他掐死一个鬼子，他鼓起勇气，伸手掐住那个鬼子，拼命地摇晃着。可现实中，小女孩再次来到了他的房间，看着细伟不断扭动的身体，女孩关心地上前查看，却不料被细伟一把掐住了脖子。等细伟醒来时，却发现手上的鬼子变成了小女孩，他这才意识到刚刚发生了什么。看着怀里渐渐凉了的小女孩，细伟发出了撕心裂肺的呐喊。残酷的命运安排他亲手扼杀了唯一的希望。为了活下去，细伟只好把女孩的尸体偷偷扔到了一个隐蔽的角落。可没几天，尸体还是被发现了。老板看着女儿的尸体痛哭流涕，事件很快引起了骚动，警察前来调查。随之而来的还有一个女记者。面对一众工人的污言秽语，反而是沉默寡言的细伟引起了他的注意。看着眼前这个不停咳嗽的男
男人。女记者尝试和他沟通，发现细伟听不懂后，女记者竟还说起了中文，这久违的母语让他倍感亲切。女记者也因此知道了他的名字，并在本子上写下了黄立辉3个字。忽然，女记者又注意到了他的那把匕首，拿起来观摩的同时，还不断夸赞做工非常精致。细伟看到后，立马慌张地抢过匕首，趴在床上不再说话，只是又开始不停地咳嗽了起来。女记者留下一笔钱给他去抓药，然后就离开了。没多久，老板安排他去另一个地方种菜，那里不但环境好，更重要的是不用每天出那么大的力扛麻袋，显然更适合细伟。细伟也非常喜欢这个新环境，每天起早贪黑的努力种菜。虽然也会有调皮的孩子欺负他，但看着收获满满的菜园，细伟不但没有生那些孩子的气，反而会兴奋地挥舞帽子和他们打招呼。但是天有不测风云，一场暴雨突然来袭，菜园里的水位越涨越高，细伟的哮喘病又犯了。他躲在漏风漏雨的草房里，止不住地咳嗽着。一夜过后，细伟是挺过来了，可菜园里的菜却没有他这般顽强。看着被暴雨摧残的东倒西歪的蔬菜，他崩溃了，无助的呐喊却改变不了这可悲的命运。不仅如此，他的哮喘也愈发的严重，已经开始咳血了。再这样下去，恐怕是要客死他乡了。所以他必须自救。他想起小时候母亲喂他喝的心肺汤，虽然不知道真假，但是他曾经喝过，也确实活到了现在。而眼前身无分文的他，似乎只有这一个办法了。于是他对那些弱小的孩童举起了母亲给他的那把匕首。远走异国他乡的细伟，在经历了一系列的摧残之后，最终走上了实心自救的不归路，成为了让整个泰国都闻之色变的石童杀人魔。他来到庙会上，用充斥着血腥味的双眼寻找着目标，最终用气球吸引过来一个小女孩，趁她不注意，直接抱过来捂住口鼻，然后跑到一个没人的地方，夺走了这个无辜的小生命。回到住所后，他给自己煮起了心肺汤，接着用满是鲜血的双手祈祷，最后端起那仅有的破碗放到嘴边，异常的味道让他差点呕吐了出来。但为了治疗愈发严重的哮喘，他不得不喝下这碗腥臭无比的汤药。第二天，当警察发现尸体时，小女孩的身体已然被掏空。家长看着惨死的女儿，哭得让人心疼。而细伟在有了第一次经验之后，便开始流窜作案。一时间，泰国境内各地都出现了孩童遇害的案件，每一个都被挖去了心脏，但警方一时间还没有发现任何嫌疑人。直到这天，细伟又抓了一个小女孩，他抱着女孩爬上一座高高的佛塔，女孩的尖叫声吸引来了附近的一个小和尚。情急之下，细伟不慎遗落了他的匕首和一只拖鞋，带着要匆忙逃走了。惊慌失措的小和尚叫来了警察，大批群众过来围观。先前的那个女记者也在其中，她一眼就认出了细伟遗落的那把匕首。经过几天的反复画像后，警方终于拿到了细伟的画像。而此时的细伟正坐在海边，看着几个放风筝的孩子，眼前的场景让他回想起了小时候在家乡和小伙伴们玩耍的时光，以及母亲催促他回家吃饭的样子。可如今他沦落异乡，不得不靠着残忍的手段续命。最终，他再次向孩子们伸出了魔爪，他骗走了一个小男孩，带着男孩爬向一个山洞。可男孩忽然挣脱逃进山洞，男孩东躲西藏了好一会儿，可最终还是落入了细伟的魔爪。另一边，警方正准备利用画像对细伟进行通缉，忽然一个家长跑过来说自家的孩子不见了，跟随而来的还有刚才在海边放风筝的2个男孩，他们确认拐走男孩的人就是画像上的细伟。于是警方立马赶到海边进行抓捕。可此时的细伟已经残忍地杀害了男孩，正准备就地煲汤。因为刚才的剧烈运动，他的病症加剧了。可山洞里冒出的滚滚浓烟也成功引来了警察，细伟被团团包围。此刻他就像个疯子一样，不停地挥舞着手中的刀。突然，那名女记者用中文喊出了立辉的名字。听到这个名字，细伟终于停止了自己疯狂的行为。他呆呆地看着女记者，仿佛看到了自己的母亲。他把手中的刀递给了女记者，一旁的警察立马上前抓住了细伟。他拼命地呐喊着，仿佛在发泄心中的不甘。可尽管有千万种理由，也不是他杀害孩童的借口，犯下的罪也必须要偿还。1959年9月16日，黄立辉被处决，食人魔细伟也被拉上了出行架。警察在他手上放了一朵莲花和3炷香，枪声响起的那一刻，莲花和3炷香都掉在了地上。莲花代表着他原本单纯的人生，3炷香代表着他要为犯下的错忏悔，鲜血则代表他需要偿还的罪孽。这是一部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，当年也的确有细伟这个人。如今60多年过去了，细伟的干尸仍在泰国罚站，被泰国人当作恐吓孩子的教材。细伟确实罪孽深重，结局也是罪有应得，但那个时代本身就是个罪，又该如何判刑呢？就像那个女记者在回忆录里写的一样。ฉันไม่มีวันลืมภาพการดิ้นรนและเสียงร้องของซีอุยในวันนั้นแต่ฉันอดสงสัยไม่ได้ว่าเขาเป็นฆาตกรหรือเหยื่อกันแน่